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俗话说，人老腿先老。如果把身体比作一台机器，腿就是提供动力的马达。只要双腿健康，经络传导才畅通，气血才能够顺利地运往各个器官，特别是心脏和消化系统。可以说，腿部的肌肉强劲的人，必然有一颗强有力的心脏。人体衰老的第一迹象就是腿脚变差。一个人的身体好不好，首先要看他的腿。腿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，特别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腿更是他的尊严。如果腿上没有劲，走不了路，到哪里都让人家推着，这时候他的尊严其实已经慢慢的降下来了。所以我们想去养生，首先就是养好双腿。腿是我们气血的总开关，同时也是我们的力量之源。但是发现现在会养腿的人太少了，大部分的人都还可能停留在每天动一动拉拉筋，但是这对于腿部深层的放松是不够的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，可以快速的疏通我们腿脚部上的经络。这道长寿腿脚操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脑供血，让腿脚更灵活。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些动作。首先，我们先坐在椅子上，把一条腿往外伸开。这个腿的角度我们最好不要做成90度，或者是小于90度，一定要大于90度。我们的手首先从腿部的后侧下方向身体的方向往回拉过来，然后再转向上方，大腿正面的两侧推出去，形成一个循环。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，手往回拉的时候不要太用力，只要把动作做得完整就可以。在做的过程中可以起到疏通经络的效果。然后我们从大腿内侧往上转的时候，这时候就要注意了，我们手的发力点不是掌面，而是在手掌根。很多人只是用掌面推出去，这样它的力度不够，是推不透的。所以我们在推出去的时候，它是用掌根，因为大腿的肌肉比较厚，用掌根的同时配合我们身体协助着往下压，像这样双手压着大腿部的两侧，然后带动身体往上压。只要我们身体往前倾斜一点，那力量就会渗透下去，用身体的力量一压，力量就压下去了。然后身体起来的时候带着手回来，这样整个动作其实就是腰腹在发力，手指不过是一个辅助，手上是不用太用力的，全是靠腰腹带动的力量来完成的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动作的要点领悟后，做这个动作就会非常的流畅简单。就这样子照着做，每天去做50到80下左右。在做完以后，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大腿是热热的，非常的舒服。做完之后我们起来走一走，你就会感觉到大腿真的非常的轻，非常舒服的感觉。我们做完大腿这部分，再来做另外一个重要的部位，就是我们的小腿。很多人由于长期的走路，还有体重也是比较重，小腿长期得不到放松，所以就导致了小腿肌肉特别的紧，特别的僵硬，这样就会压迫到里面的血管，导致整个循环不畅，都受到一些破坏。所以放松小腿就是去打开我们整个腿部的气血循环开关。我们这个动作就可以很轻松的帮助小腿做到放松的状态。首先我们把腿翘起来，再拿手指去拿捏小腿的肌肉，一捏一拿，节奏就是捏进去以后快速的往外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从上做到下。刚开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感觉有些痛，这是由于我们平时中走路越多，经络就越不通，做这个动作时就会感觉到越痛。就这样从上到下算一次，我们就做10次就可以。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小腿部有一股暖流冲下来，
感觉特别的舒服，起来走走明显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左右腿都做完之后，最后我们再来做这个脚操。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，人体的五脏六腑都在脚上有着相应的投影，连接人体腑脏的12条经络，足不运则不健，所以脚的保健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这道长寿脚操有4个动作。首先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动作，将脚抬起，脚跟着地。这个动作最关键的就是一个抓字，把所有的脚趾都紧紧的抓住，抓紧脚趾的时候，我们在心里默数5秒，然后再打开放松，接着再来重复这个动作。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问题，有些人能够紧紧的扣住脚趾，有些人就做不到。一般睡不好、脑供血不足、精神压力大的人，通常都做不好这个动作。接着我们做第二个动作，这个动作的要领我们讲究展，同样是翘起前脚掌，将2只脚10个脚趾都尽量的展开，注意所有的脚趾都不能够挨着，脚趾打得越开，说明经络就越通畅。如果有的打不开，说明经络有不通畅的地方。10根脚趾头我们尽量的打开，这个动作同样也是坚持5秒，然后放松，反复的做10次。下面我们做第3个动作，这个动作的关键字就是翘，大拇指使劲的向上翘起，其他4个脚趾都是紧紧的扣住不动。这个动作可以反映腰部的情况，一般腰有问题，这个动作就做不好，大拇指向上翘，其他的4个脚趾紧紧的扣住。同样是坚持5秒，然后放松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要将一只脚的脚跟去推另一只脚的脚背，将一只脚抬起来，然后用脚跟去推另一只脚的脚背，重点推2个脚趾之间的位置，推完一只脚再换另一只脚。方法都是非常的简单，但贵在坚持。这道长寿脚趾操可以改善脑供血，疏通脚经络，让腿脚灵活更有劲，越来越年轻，做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可以让腿脚得到深层的放松。平日里我们可以利用看电视的时间，或者是聊天的时间也可以做，坚持下来你就会看到明显的效果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